大家好，歡迎翻到嚟肥宅嘅頻道。嚟到講黑線佈局嘅第3集，就同大家講下階梯形狀嘅黑線應用，同埋點樣用黑線針去定位黑線嘅。循例補翻句啦，部分工具由 MacWorks 贊助。如果你係第一次瀏覽我嘅頻道，我嘅頻道就係主要介紹一啲做基本模型處理嘅手法，同埋一啲我自己做改裝模型片段嘅分享。同時我亦都有做模型代工嘅，有興趣歡迎 PM。對呢類影片有興趣嘅朋友就記得訂閱啦。呢度就係今日影片會用得到嘅工具，除咗黑線刀同膠帶之外，仲有黑線針添嘅。補翻一句，上次係唔記得咗講嘅。一開始我就介紹咗4個基本嘅佈局圖案啦。上一集就集中講直線嘅應用，今集就講階梯形狀嘅黑線應用，當中亦都會講埋點樣去刻爆夾嘅佈局，同埋順手講埋黑線針點樣可以應用喺黑線定位上面。示範我都係會用翻膠板去做噶啦，畫咗一個最基本嘅階梯形狀佈局先。我自己就習慣性用特定嘅角度嘅，譬如呢一度我就係用30度嘅斜角。咁呢度就上咗黑線膠帶先啦。因為用黑線針定位嘅關係，所以黑線嘅次序呢同之前講嘅又會唔一樣噶啦。首先黐好咗2條膠帶之後，就可以準備我哋嘅黑線針。分別喺斜線嘅2個交接點位置，輕輕力篤一個細窿仔出嚟做個定位先。嗱，呢度有2點要留意嘅。第一就係你可以見到我先黐咗黑線膠帶，所以篤呢個窿嘅位置就一定要貼住嗰個膠帶，靠住呢個膠帶嘅輔助，我哋點出嚟嘅呢個窿就一定會係刻出嚟嗰條直線嘅上面噶啦。第二點就係唔可以懟得太大力。因為你太大力懟落去個窿開得太大呢，就會影響你之後黑線出嚟嗰個轉角位唔夠尖銳嘅。完成咗定位之後，咁我呢度就會用0.15mm 嘅黑線刀做咗2條平線出嚟。因為頭先已經用黑線針定好咗個位，所以而家我哋就可以靠手感都已經知道嗰條線係由邊一度開始嘅。呢一個部分就簡單啦，其實都係刻2條直線出嚟嘅啫。做完呢個步驟之後，我哋就可以得出2條刻好咗嘅直線。喺反光之下就應該大家可以喺影片入邊再睇得清楚啲。然之後我哋就可以用黑線膠帶黐喺打斜嘅嗰條線上面，再喺呢條線上面由點到點咁樣刻過去。因為你之前已經定好咗個位呢，所以其實靠手感你都會知道自己係唔係喺正確嘅位置開始同埋結束呢條黑線。上一集我有講過嘅，刻完線之後一定要清理翻個坑入邊嗰啲膠碎，咁呢度亦都要做翻嘅，因為你已經將2條平線同埋1條斜線刻到去變咗相通啊，所以其實你就可以好似影片咁樣，用黑線刀喺坑入邊順住個斜角位，將所有嘅膠碎都推翻晒出嚟。嗱，一個小分享，喺推膠碎出嚟嘅時候，其實你係可以擰轉把刀，用刀背去做呢個動作嘅，咁就比較唔怕你一路推啲膠碎出嚟嘅時候，同時間又一路喺個底嗰度刮啲新嘅膠碎出嚟。放大少少去睇下個最終結果啦。咁其實個角度我覺得都算做得尖銳嘅，至少呢個程度我自己係會收貨。用雕刻針去刻線其實係肥宅最常用嘅刻線定位方法。原因係我自己比較唔中意將黑線膠帶重疊去做一個轉角啊。不過都係當刻邊樣順手就用邊個方法噶啦。如果覺得肥宅嘅影片有用或者有趣嘅話，就記得喺右下角撳一撳個訂閱掣支持一下啦。呢個階梯形狀嘅黑線係可以點樣應用呢？嗱，呢隻 E2Z8 呢，就係我極度早期嘅練手作，技術就真係算唔得上好完美，咁但係概念我都覺得可以拎嚟分享一下嘅。譬如呢個胸甲嘅位置，佢中間上下嘅寬度係唔一樣，直接車條直線落去呢就怪雞啲噶啦。咁同埋我又想左右胸都做一個分隔俾佢，所以我就喺呢度做咗個階梯嘅黑線，成件事就自然咗，同埋都似翻一個機甲嘅組合。另外腳嘅大髀位呢度有個凹凸嘅黑線組合啦，咁佢其實一開始都係由呢一個斜角伸延出去嘅啫。呢一種亦都係我比較常用嘅佈局嚟嘅。咁除咗2直1斜線嘅組合之外，都可以做多1條斜線出嚟去做一個咁樣嘅佈局嘅。
其實喺呢個腳位上面我就做咗2個，然之後腳肚本身佢係完全冇任何細節，雖然話係腳嘅內側啫，咁但係我都覺得太空白啦，所以就用咗幾個階梯嘅黑線組合去做咗一個分隔出嚟。跟住落嚟可以睇下呢個肩胛嘅位置。本身呢隻模型就係 high grade，仲要係98年嘅舊版，咁本身就冇呢個裂甲嘅細節，係靠我黑線後加上去嘅啫。個水貼都係特登切開2邊先黐落去噶啦。咁放大啲俾大家睇清楚少少，呢一個都算係罕有地大眾比較都認同係一個好睇嘅做法。其實你都可以睇得到，我只係做咗2條平線，然之後中間用一條粗身嘅斜線組合埋一齊。再落埋個黑色嘅滲線液呢，感覺就好似我肩胛位呢度裂開咗一樣。跟住落嚟就係同大家講下點樣做出呢一個效果啦。基本嘅2條平線就好似影片一開始咁樣做，所以都唔再重複啦。我哋由中間嗰條斜線開始講起，我會用0.5mm 嘅黑線刀去做中間粗身嘅呢一條斜線。如果你嗰條主線係用0.15mm 嘅黑線刀做出嚟呢，我會建議你至少都要用0.5mm 厚度去做中間呢條線，係要有咁大差別先至可以俾到嗰個裂開嘅感覺出嚟嘅。當我哋用黑線膠帶黐喺中間斜線上面嘅時候，就需要留意我哋貼嘅位置要留翻少少位啦。大家見到我而家貼住嘅嗰個點係貼咗喺定位點後邊少少嘅。咁樣係為咗等我哋個粗嘅線條有足夠嘅位置留翻喺刻出嚟嘅嗰條平線主線上面。刻嘅時候我哋要留意刀片係需要同平線做一個平衡嘅角度，然之後保持住呢個角度沿住膠帶咁樣拖落去。如果你把黑線刀係同斜線做成一個直角呢，就會變得好似而家圖畫上顯示咁樣刮咗落去。然之後你得出嚟嗰條粗線呢，就會變成咁樣噶啦。上邊係會有個三角形嘅空位突咗出嚟，而下邊就會多咗一個你唔想要嘅三角形位。雖然我畫得唔係好靚啦，咁但係我相信大家都應該 get 到我嘅意思。同埋由於我哋把黑線都唔係同個斜線成一直角，所以呢條粗身嘅黑線感覺上出到嚟係冇0.5mm 咁闊嘅。如果刻咗出嚟你覺得係唔夠闊嘅話，可能你要考慮到用0.7mm 或者0.9mm 嘅黑線刀去做呢條黑線啦。向完同一個方向刻咗呢條線之後，我哋反方向再刻多一次，令到個坑底唔會話太過凹凸不平。咁同時因為我哋個刀片係同平線同一個角度，所以你可以好似我影片入邊咁樣刻到最尾之後，再將刀片沿住直線嘅方向推走入邊啲膠碎，咁樣就係一個爆夾式嘅黑線完成品。點埋滲線液落去就大功告成噶啦。其實呢支黑線針呢，你亦都可以順手就拿起嚟幫手推走啲膠碎出嚟，係 OK 嘅。另外再分享多一個爆夾嘅黑線方法。咁呢一個係一件大髀嘅外夾啦。近期嘅高達大髀外夾就係前後夾而唔係左右夾嘅。佢前後夾得嚟，中間呢都仲會有一個小小嘅地方係有斜線嘅分割。中間呢一個斜位呢，就真係太細啦。咁所以我哋就可以將個爆夾嘅黑線做喺長嘅嗰一邊，即係好似而家畫面顯示嘅呢一個圖咁樣。其實做呢個方法都算幾容易嘅，我哋揾一塊膠板，唔用嘅膠板就可以噶啦，拍埋去呢個大髀件嘅一邊嗰度，撳實佢，然後攞把粗身嘅黑線刀，呢一度我就用0.5mm，用膠板做一個支撐點，咁樣去刻落去。呢個方法我自己用上嚟就幾穩陣嘅。將一條粗嘅黑線刻咗落去大髀嘅邊位嗰度，呢一個就係個成效啦。影片入邊因為佢白底啦，咁同時我光源問題，咁我加多一個滲線落去，大家就會睇得好清楚。就係咁樣啦。將個大髀前後外夾放埋一齊，效果就係咁樣。咁其實呢個模型件呢，就冇做到一個最好嘅效果出嚟嘅，單純因為我手上冇適合嘅件啊。
咁做喺邊一種件上面合適呢？就好似呢一隻咁樣就啱啦。佢係 AMG 嘅雙頭龍高達，咁但係邊隻都唔緊要啦。我想講嘅就係有一個咁樣嘅斜線喺呢一度做個效果係幾唔錯嘅。到最後啦，都分享一下我喺其他模型上面做嘅階梯形狀黑線佈局啦。早排有位師兄話翻俾我聽嘅，佢去交收模型嘅時候就好人想推我啲片，叫對面嗰位師兄睇啦。點知對面嗰位師兄就話由我100訂閱開始到而家都一直睇緊。哇，聽到真係超 warm 啊！如果兩位都有睇緊我影片嘅話，大感激。另外下個禮拜呢，我就會喺9點鐘開 live 嘅，大家冇嘢做，得閒咪上嚟吹下水咯。咁當然你哋唔好介意我個畫面係影緊我做緊代工嘢啦。今日介紹完階梯形狀嘅黑線簡單應用分享，下一集我就會做呢個凹凸紋路同埋短線嘅講解同埋分享噶啦。睇下影片嘅長度啦，如果有需要我開多最後一集去講翻我自己做過嘅高達黑線上面嘅概念。希望都刺激到大家喺佈局上面有啲新嘅 idea。去到呢度就聽埋客戶嘅說話啦。如果大家對今日我影片入邊用過嘅工具有興趣，可以去我影片描述入邊嘅網址 Dream Studio K， 就係香港 MechWorks 嘅工具代理，喺嗰度呢，就可以買到影片入邊出現過嘅道具噶啦。今日嘅片就嚟到呢度啦。如果有咩唔明嘅，歡迎留言，我會再詳細解答嘅。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記得 Like、Subscribe、Share。訂閱咗之後，仲要記得撳埋個鐘仔，咁下條新片出嘅時候，你哋就會收到通知噶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